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， 今天要来谈谈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这间公司。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这间公司现在的股价呢，离一年的低点呢比较接近。那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入手时机呢？它是烟草股，是一个稳健的股息成长股，究竟你应不应该投资呢？如果持续观看 Joseph 频道的朋友们会知道 ，Joseph 买进烟草股 Altria， 股票代码 MO， 这部分大概占 Joseph Portfolio 里面 6.9%， 我的均价在 45.44， 目前股价在 42.94。这部分也想过要不要分散风险到另外两家烟草股，一家就是今天要谈的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， 股票代码 PM。另外一家则是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， 股票代码 BTI。 在这三家比起来呢，我还是更喜欢 Altria 一些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来谈谈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。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是全球领先的烟草公司，其主要产品包括如图上所示的。那它跟 Altria 是有历史的，因为 PM 是从 Altria 分拆出去的公司，所以两家是既存在竞争关系，又存在一些合作关系，因为这个历史渊源。PM 目前的股价在93上下，虽然不是一年新低，但也接近一年的低点。近5年的股息成长在 4%， 股息在 5.49%。依照 Childer's Rule 来说，希望股息加上股息成长能达到 12% 到 15% 是比较理想的公司。在这一点上来， PM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标的。如果来看 Altria 会相对来说好一点。 Altria 的股息目前在 9.13， 上次的股息成长在 4.3%， 过去5年的股息成长在 8%。所以从 Childer's Rule 来说，两者加起来肯定大于12，在股息成长和现金流部分算是有一个平衡。但是 Childer's Rule 只是评估股息成长股的一个部分，过去股息成长不代表未来能股息成长，这是 Altria 现在面临的挑战。同时 PM 也有相同的挑战。怎么说呢？PM 它的 payout ratio 在 86%， 这代表公司大部分的现金都拿来支付股息了，未来大幅成长股息的机会不一定太高。那要怎么分析未来会成长多少呢？在分析公司的时候，特别是这种大型稳定的公司，我通常会看 EPS growth 跟 sales growth 这两个数字来推测一下未来股息成长的空间。所以 EPS下一年预估成长在 3%， 去年是下降1%、2%。 Sales growth 上一次成长是在4% 上下，所以 PM 的股息成长要大幅超过 4% 的话呢，是有一定难度的。但除非在成本上、获利的比例上能有所提升，这部分就要从最近的财报显示，其实已经有好转的现象，但是10月战争会不会造成局部的影响，这个部分还不知道，仍需要进一步观察。那我们进一步看这个 operating margin 近几年持续下滑，当然是遇到通货膨胀，各种成本上升， PM 也不例外，这点是大环境造成的。 PM 并没有能够幸免，得等待大环境稳定才行。如果成本上不能控制，那公司的定价优势跟成长就非常重要。之前说过 Altria 在美国有很强的定价权， PM 在其他地方也是。不过在看这个烟草股的时候，重点不在定价权，而在于成长。这部分主要是靠电子烟，其实更加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加热非燃烧烟草制品。这部分的成长不仅大幅抵消了传统香烟销量的降低，更给烟草公司带来了新的发展。从图上可以看到，加热非燃烧烟草制品
在美国有法律问题不是那么普遍，但是在很多地方这部分的成长非常快。你可以看到，在不到10年的时间，加热非燃烧烟草制品产生的利润已经累积超过100亿美金了。在这条黑线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它一开始获利到有10 billion， 这个时间仅仅只有5年，从它问世到现在，那也只有10年。那这些时间能够成长到这么快的，目前只有 Meta、Amazon、特斯拉都花了更长的时间呢，才达到这个地步。PM 在获利的部分，加热非燃烧烟草制品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。那他们也不断的在教育消费者，提高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接受程度。你可以看到，在 IQOS， 也就是加热非燃烧烟草制品，它的使用者在全世界已经是逐年提高。从估值上来说， PM 的价格目前在93，那应该是在合理价附近。5年平均的殖利率与当前的差不多，前瞻的 PE 也跟目前的相符，所以不算贵，但也不算便宜。如果要便宜的话，大概85到88之间是相对来说便宜的。但是从历史上来说呢，很少能够达到这个部分，所以如果要达到这个部分的话呢， PE 要在差不多14左右，那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罕见的。那 Joseph 最近会怎么处理呢？我是这么思考的，我大概会维持或是增加 Altria 的部位，但是 PM 的部分在93左右，我愿意开个小仓作为观察，等到90以下甚至到85，大概最多增加到 0.5% 的仓位。不是说 PM 更好，而是说我已经有 Altria 了，我在这个部分只是进到分散风险，而且到85到90部分呢，应该会达到一定的报酬，而且风险也会比现在93块来说来得小。所以这是我自己对PM 的这个分析。喜欢这样的影片吗？这样的影片对你的股息成长有帮助吗？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赞留言让 Joseph 知道哦。